金啊，上次交代你的事情你帮我铲了吗？瓶子，哥们儿办事你放心。以防万一，我再说清楚一点，咱这也没外人。我上次是让你帮我办了那个美国金毛胖子，这关乎到兄弟面子。那胖子说实话，上次真有点跳，不给咱哥们儿面，他那事儿就办的，你明白吧？不地道。放心吧，已经给丫办了。我再明确一下，不是哥们儿不信你干掉的意思，是弄死丫的，不是让你把他的。我懂，放心吧。你看，哎，不是哥们儿，你丫这不是。今天我们来讲两兄弟的故事，他们一个住在中南海，翻手为云，一个待在克里姆林宫，覆手为雨。他俩拍着胸口说兄弟情谊没有上限，听着像黑社会拜把子的誓言，却早把算盘拨了的叮当响。咱们就来掰一掰这句腻得流油的话后头到底藏着多少精明的互相借势，多少算得清清楚楚的利益红线。表面看这是一出政治大戏，可等你把那些枝枝杈杈的细节都翻出来，保准比鬼片还真，阴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我们的故事从2022年2月4日的北京开始，世界正聚焦于冬奥会的开幕式，一场精心编排的盛宴，在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国力与自信。但在璀璨的烟火和宏大的场面背后，一场真正决定世界走向的戏码正在钓鱼台国宾馆悄然上演。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位因新冠疫情自我隔绝许久，即将发动2战后欧洲最大规模战争的俄罗斯沙皇，飞抵北京。他要见的是那个正把权力集中到自毛泽东以来最巅峰的男人——习近平。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一场被美国官员形容为抵抗轴心的力量展示。两位独裁者在镜头前略显僵硬地并肩而立，出于防疫考虑，他们甚至没有握手。但随即，他们向世界抛出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联合声明，一份震惊西方的文件。声明宣称，中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份准联盟宣言，一个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战斗檄文。然而，就在这次宣告友谊无上限的盛会背后，一出耐人寻味的交易正在私下上演。普京对习近平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而习近平也为这场友谊开出了自己的条件。在这场闭门会晤中，两位领导人表面上谈笑风生，亲密无间，但暗地里各怀心思。根据西方情报机构透露出的一个惊人消息，普京并未向习近平坦诚，他即将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只是轻描淡写地将计划形容为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声称这将是一次速战速决的内部事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同意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战争前发表友谊无上限、合作没有禁区这样的声明。普京语气云淡风轻，仿佛打乌克兰就像爸爸教训儿子般的小事，不值得他的好兄弟习近平过多烦恼。而习近平这个精明的掌舵人则提出了自己的附加条件，要求普京绝不要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前动手。毕竟早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当天，俄罗斯就突然出兵攻击格鲁吉亚，此等不顾东道主颜面的举动曾令当时胡锦涛颇为恼火。这一次，习近平显然不希望类似的战火干扰自己精心筹划的奥运加冕典礼，他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东升西降的盛世图景。普京对习近平的要求予以了表面上的配合。冬奥会闭幕式结束仅4天后，俄罗斯便大举入侵乌克兰。显然，普京遵守了承诺，把战争的爆发硬是推迟到了奥运会落幕之后。这一系列精心编排的幕后安排，为那句友谊无上限增添了意味深长的注脚。沪宁，我跟你讲，今天晚上这是有点高了。王局最近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啊，我跟你说。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谁呀？这大晚上的，还能是谁啊？还不是那个喜欢骑熊的毛子。书记，你好像尿沾到手机上了。普京发动入侵后不久，这段幕后交易被西方媒体曝光，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纽约时报在3月初援引一份西方情报报告，披露了上述细节。习近平提前知晓莫斯科的战争意图，并要求俄方延后行动，以避开冬奥会。消息一出，北京方面立即予以强烈否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愤然斥责该报道纯属假新闻。这种转移视线、甩锅推责的言论十分卑劣，希望危机的始作俑者好好反思一下他们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拿出实际行动，而不是嫁祸于人。毕竟，习近平一向努力塑造自己热爱和平的领袖形象。这则爆料如果被坐实，无异于揭开了习近平伪装的面具，意味着北京对战争早已知情并默许，其和平使者人设将面临坍塌。北京绝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指控，因此选择了全面否认，将报道斥为西方的抹黑阴谋。所以，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问题就是：习近平和普京无上限友谊，它的上限究竟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更是两个帝国在衰落与崛起、野心与恐惧之间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略博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故事的起点。2010年3月，当时的习近平还只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是外界公认的接班人。他应俄罗斯总理普京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彼时的谁是大哥清晰可见，普京这位前克格勃特工出身的铁腕领导人，已是克里姆林宫10年的主宰，说一不二，浑身散发着沙皇般的霸气。而习近平更像是一位谨慎的、深不可测的太子，是中共官僚体系精心培养出的产物。两人的会面充满了程式化的外交辞令。中共给这次访问被定位为执政党之间的对话，中国共产党对统一俄罗斯党。习近平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滴水不漏，他谈到要不断充实合作内容，在所有战略问题上互相支持。普京则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回应，安抚式的向这位未来的中国领袖保证，俄罗斯会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最敏感问题上支持中方。这是一场典型的礼节性会面，普京表面热情地审视着这位即将执掌中国的后辈，而习近平则在暗地里学习如何与这位强硬的邻国领导人过招。当时的普京恐怕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言辞谨慎的学徒，在未来10年内会彻底颠覆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平平啊，知道在亚细亚这片地界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普哥，知道，我们出来混就讲究2个字：忠义。最重要的是当大哥。明白，普哥，我要当大哥。我当大哥，你忠义就行了。明白，普哥，我当大哥，你忠义。嘿嘿嘿。3年后的2013年3月，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将自己首次外访的目的地选在了莫斯科，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俄罗斯在他外交棋局中的优先地位。公众看到的是一片祥和，两国元首互称好朋友，共同出席中国旅游年开幕式，讨论军事、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一切看起来完美和谐。习近平深谙营造亲密氛围之道。这次访问期间，他一面高调强调两国世代友好，一面对普京大加恭维，然后用了一个让人非常不适的词描绘两人关系。习近平称普京是自己最亲密的知心朋友，普京总统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被夸得心花怒放，当场拍着习近平的肩膀，保证俄罗斯会全力支持中国的发展倡议。殊不知，习近平此刻已在筹划一项将在俄罗斯后院落子的大战略。就在这次看似成功的访问背后，习近平布下了一颗将深刻影响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棋子。他真正的战略重心并不在莫斯科红场的欢迎仪式上，而是在同年晚些时候于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揭晓。正是在那里，在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中亚的腹地，习近平首次向世界提出了他宏大的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普京并未完全领悟这一倡议背后的真实意图，很可能只是把丝绸之路经济带视作一个模糊的经济倡议。他低估了这实际上是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欧亚大陆主导力量的长期博弈开局之作。从这一刻起，
学徒已经悄然出师，在欧亚大陆布下自己的棋局，而沙皇却仍沉浸在他的大苏联的梦中。2014年，当全世界目睹俄罗斯改写欧洲边界时，习近平上演了一出完全不同的大师级表演——外交精神分裂。在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上，他表现出原则性的中立，发表了一通关于主权的布道。但在国内，面对本国观众，官方媒体却打开香槟，为普京大帝摇旗呐喊。在2014年之前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关于修建一条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天然气大动脉的谈判一直停滞不前，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有2个：价格和路线。俄罗斯最初坚持要修建从他们的阿尔泰地区通往中国西部的西线管道，这样就可以利用供应欧洲的西西伯利亚气田给中国供气，从而普京可以在欧洲和亚洲客户之间扮演摇摆供应商的角色，以实现自身杠杆的最大化。在价格上，莫斯科也坚持要求与欧洲客户支付的价格看齐，而习近平由于拥有来自中亚等更便宜的替代能源，拒绝接受过高报价，谈判因此陷入僵局。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随之而来的西方制裁彻底改变了这一地缘政治棋局。一夜之间，俄罗斯陷入国际孤立，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迫切需要开辟一个新市场，并取得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来证明自己并未被击垮。与此同时，欧洲正在积极寻求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突然发现自己手握所有王牌，它成为了俄罗斯这条生死攸关的新管道唯一的买家。作为唯一的买方，中国的谈判地位空前强大。2010位领导人不断以兄弟相称。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普京特地带了一整箱俄罗斯冰淇淋作为国礼送给习近平，逗得习近平笑称很贴心。2019年习近平生日时，普京奉上蛋糕和伏特加，当众秀起两人的深厚友情。普京送的冰淇淋再甜，也甜不过中国趁机拿下的优惠大单；生日蛋糕再香，也遮不住俄罗斯江河日下的颓势。平平，甜吗？甜。那咱喝点儿。嘿嘿嘿，行普哥，咱俩交个杯。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自家的后院和战略缓冲，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驻军基地扮演着地区治安官的角色，而中国则以银行家的身份悄然入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用海量贷款、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将整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俄罗斯的分析人士酸溜溜地抱怨说，中国口头上承认俄罗斯在地区安全领域的领导作用，但实际上是让俄罗斯花钱维护治安，而自己坐享其成，收割几乎所有经济果实。这种所谓的分工合作，曾被克里姆林宫用来粉饰其在中亚影响力衰退的尴尬现实。然而，一个项目的推进彻底撕下了这块遮羞布，那就是中吉乌铁路。中国经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这个项目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动，但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地缘利益的直接挑战而强力阻挠。因为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将开辟一条绕过俄罗斯直通欧洲的陆路通道。中国早已准备好投钱修路，乌兹别克斯坦也希望借此打通通往东亚的出口通道，唯独吉尔吉斯斯坦始终犹豫不决。为什么？因为普京在背后友情提醒，你要是真修这条路，那我们就要重新评估你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的位置了。普京借安全合作之名暗示吉尔吉斯，一旦靠向中国，就别指望我们当你家的保安了。而吉尔吉斯斯坦本就是资源贫乏、政局不稳的小国，不敢轻易得罪俄罗斯这个老邻居。但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这种微妙平衡被彻底打破了。战争使俄罗斯深陷泥潭，元气大伤，对华经济依赖空前加深，自顾不暇之余，亦无力再掣肘中亚各国的对华合作。就在俄军在乌克兰节节受挫之际，习近平于2022年9月亲赴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借访问哈萨克斯坦之机郑重表态支持哈萨克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此话被广泛解读为对莫斯科的一次公开敲打，暗示北京不认同俄国对前苏联领地指手画脚的做法。峰会上，普京面对习近平酸溜溜地说，虽然知道习近平对俄特别军事行动有所疑虑，但还是感谢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在此背景下，中吉乌铁路项目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2022年下半年起，吉尔吉斯斯坦的态度明显松动，
积极与中方和乌方展开可行性研究。2023年5月，习近平在古都西安主持首次中国和中亚5国的峰会，破天荒地将中亚5国元首单独请到中国开会，却没叫普京。会上，中方豪掷260亿美元资金支持和无偿援助中亚发展，这无疑向中亚国家释出了明确信号：你们看谁才真正有实力？随着俄乌战事焦灼，普京无暇旁顾，俄方对中吉乌铁路的反对再也提不出口。2024年6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3国终于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合资公司，推进铁路建设。根据协议，中国持股51%，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占24.5%，并由中国政府提供23.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支持。预计耗资约50到80亿美元的铁路工程将于2025年7月正式动工，工期6年。当2024年底，吉尔吉斯斯坦在贾拉拉巴德为铁路开工举办盛大仪式时，习主席特使亲临致贺，而普京却失语了。请帮我主持公道，亲爱的频频阁下。你打乌克兰之前为何不来先告诉我？你要我怎么样？你尽管吩咐，但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了解你打乌克兰的时候想得很好，那时候你有钱、军队和武器，你不需要我这样的朋友。但是现在你来找我说，习近平阁下，请帮我主持公道，但你对我一点尊重也没有，你并不把我当朋友。你甚至都不愿意喊我总书记弗拉基米尔。到底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不尊重我？当我的朋友，当你的朋友，总书记。很好，他日我修铁路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助，也可能不会，但是在那之前，请收下这份公道。谢谢，总书记。告诉下面，给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芯片可以发货了。2023年底到2024年初，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BS 起草了一份内部报告。这份报告由黑客组织 Ares Leaks 在暗网曝光后，辗转落入《纽约时报》之手。西方6家情报机构检验后，给出一致结论：文件为真。出人意料的是，这份看似在讲中俄友好的协约文件，首页第1行却将中国称作敌人。故事还得从2022年2月21日说起，也就是俄军正式进入乌克兰前3天。那一天 ，FSB 第7局的负责人在内部会上拍板，启动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反间谍行动，代号“协约4号”。尽管普京和习近平对外高调宣称两国友谊无上限，频频以兄弟相称，甚至自2022年以来会晤超过40次，但是协约4号文件揭露的却是另一幅图景。文件描绘的中国谍报网络令人眼花缭乱，首当其冲的是人员策反。俄乌冲突拖垮了大量军工项目，科研人员薪水骤降，中国情报员趁机出手，从航空设计局到鄂木斯克装甲修理厂，只要工程师手里有料，钱包捉襟见肘，就可能被招募。文件里特别提到，那支苏联时代曾红极一时，设计出像漫威电影里飞出来的异地效飞行器的团队，如今已经有好几位成员被北京盯上了。更令卢比扬卡恼火的是中国对战场数据的狂热。FSB 在备忘录中写道，北京急切想知道俄军无人机在乌克兰如何对抗美国制导炮弹，想摸清兰花151电子对抗系统的盲区，还想测算 S-400 防空导弹的再装填效率。这些数字将被送进北京的实验室，进而写进下一代解放军武器的技术指标。与此同时，一条看似温和的学术路线也在远东悄悄展开。伊尔库茨克州的边检记录显示，过去2年里，中国考古、历史类签证申请激增。FSB 在文件里疾呼，这些学者在伯利海参崴郊外寻找古代中国民族的遗迹，意在为未来的领土诉求铺路搭桥。更让莫斯科无法释怀的是，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新版地图，把弗拉迪沃斯托克重新标注为海参崴，并用中文古称点亮了俄罗斯的远东8座城市。备忘录的作者警告，这不是一次标注错误，而是一份漫长舆论战的路标。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5年6月，这份文件被媒体曝光，标题赫然写着“中国是敌人”，
印度时报在报道中写道：莫斯科台上高唱合作，台下暗自撒网，这份矛盾堪比19世纪的宫廷剧。中国外交部旋即回击，称其为离间计。克里姆林宫则以惯用的方式处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强调俄中友谊坚若磐石。可友谊的磐石下，裂缝已然生根发芽，俄方不能没有中国的芯片与石油美元，而中方同样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与战略纵深。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棋局就此展开。两国高层在镁光灯下缔结新的协议，情报部门却在暗处比拼耐心与诡计。正如意大利智库欧亚专报给出的点题，合作是舞台灯光，猜忌才是后台常态。如果说2014年到2021年是中俄在互相试探中建立游戏规则，那么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全面爆发则彻底打破了这种脆弱平衡。普京的豪赌惨败，让他和他的国家开始品尝依赖习近平的苦果。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非但没有在1小时22分内拿下基辅，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困境。此时，中国成了他唯一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战争催生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俄罗斯经济的全面中国化。这张表里的每一个数字，都在诉说着主权沦丧的故事。贸易上，双边贸易额从2021年的147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2400亿美元，但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是打折的石油、天然气、木材等原材料，从中国进口的则是汽车、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这是一种典型的宗主国与资源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模式。普京想恢复沙俄帝国的荣光，却讽刺地将俄罗斯变成了中华新帝国的资源供应地。金融上，俄罗斯经济正在经历去美元化和深度人民币化。到2023年，人民币已经超越美元，成为莫斯科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占据了42%的份额。Visa 和万事达等西方支付系统退出后，中国银联网络在俄罗斯迅速填补了空白，连莫斯科的 ATM 机都开始支持人民币取款。俄罗斯有超过1/3的对外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这乍看像是摆脱西方金融霸权的胜利，实则是将自己的金融命脉交到了北京手中。市场变化上看来，最直观地体现在俄罗斯的大街上。随着西方汽车品牌撤离，中国汽车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俄罗斯市场，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9%暴增至2023年的61%以上。如今莫斯科街头奔驰的不再是奔驰和宝马，而是哈弗和奇瑞。连出租车司机都得开始学习如何调教中国出的新车型了。军事这个层面更要命的是，中国成了俄罗斯战争机器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供应商。从大疆无人机、半导体芯片到精密机床，各种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中国产品，通过灰色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维持着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才是合作无禁区的真正含义，但看上去更像是一条单向的输血管。阀门牢牢掌握在北京手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援助俄罗斯时极其谨慎。北京口头上坚持中立，不明着提供任何致命武器，以免招致西方制裁，但军民两用物资却源源不断地换上民用标签流向俄罗斯，确保普京的战争机器不停转。典型的两面手法，既帮了盟友，又不至于把自己拖下水。乌克兰战争并没有创造这种权力失衡，但却以戏剧性的方式将其加速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普京每卖出一桶打折石油，每进口一辆中国汽车，都是在为俄罗斯的战略自主权钉上一颗棺材钉。2023年3月，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1年后，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习近平亲赴莫斯科，进行了他第3个任期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并抛出了一份包含12点原则的和平计划。在镜头前，习近平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习近平这一次的来访，也想当面问问普京，确认这位无上限的盟友还能撑多久。普京对此不敢懈怠，对习近平盛情款待，高呼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牢固。会谈中激情四射，普京一口一个亲爱的朋友的套近乎，热烈拥护中方提出的和平建议。还记得那个名场面吗？两人喝完酒，普京送习近平出门，
习近平云淡风轻地提到：“百年变局是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两人的姿态已经暗示了谁在急于求助，谁在矜持观望。或许在那一刻，习近平以为这次访问能够巩固普京的信心，确保俄罗斯政权稳如泰山。然而，仅仅3个月后，剧情便急转直下。2023年6月，故事迎来了戏剧性的高潮。普京的御厨瓦格纳集团头目普里戈任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兵变。短短24小时内，普京苦心经营的铁腕统治看起来摇摇欲坠，仿佛随时可能崩溃。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顿时陷入恐慌。中国官方的反应异乎寻常的迟缓而低调，没有立即支持普京，直到兵变平息后，外交部才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中方支持，也相信俄罗斯能够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发展繁荣。但在官方沉默的背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网络审查风暴。在兵变发生后短短几小时内，普京指责瓦格纳负责人叛国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就突破了12亿，随后相关内容被火速严控。更值得玩味的是，一个同情普里戈任，将其比作清君侧、忠臣的说法，在中国网络上流行，却被迅速封杀。这个源自中国古代宫廷的典故，显然踩中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官方媒体则统一口径，极力将事件描绘成普京迅速果断平息叛乱，彰显其强大控制力的胜利。瓦格纳兵变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个从头凉到脚的时刻。他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他用来对抗美国的最重要战略伙伴，其政权竟如此脆弱和不稳定。普京苦心营造的强人形象在一夜之间崩塌，暴露出他不过是一个连自己厨子都管不住的虚弱统治者。北京之所以惊慌失措地进行审查和舆论引导，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普京，而是为了保护中国自身对普京的战略投资。北京必须向国内外维持俄罗斯稳定的假象，因为另一个选项，一个混乱的后普京时代且核武器可能失控的俄罗斯，就紧挨着中国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那是习近平心中最大的噩梦。从这一刻起，中俄关系的游戏规则再次被改写。普京在习近平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伙伴，而更像一个高风险、高维护成本的资产。他的稳定成了中国需要持续监控和管理的核心利益。无上限的友谊现在有了一个明确而根本的底线，普京必须保住自己的权利，否则一切免谈。这场友谊无上限虽然像一桩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但是也算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中俄这对老邻居也是如此，吵过、冷过、背后掐过，可到了年关还得互递礼盒，一个拿石油买单，一个用芯片刷卡。外人看热闹，他们看账本。无上限更像购物车里的备注，随便加，但到结算页时可不认情分。习近平和普京的友谊之车大概率还是会一直开下去，所以两人故事结尾在这个时代或许并不会惊天动地。灯亮了，掌声散去，他们互相拍拍肩膀，继续各开各的车，谁先加满油，谁先爆缸，天知道。今由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习近平，今由我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结为异姓兄弟，皇天在上，后土为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后面词是什么来着？苏卡，这我也忘了。那下次吧。行呗，那下次呗。